此鱼北方俗称先生鱼，每个人都爱吃。从外形上看，酷似石头鱼，那么它究竟是不是石头鱼？有没有毒呀？好不好吃呀？本期视频咱们就好好的研究研究它。友情提示：前方高能活体寄生虫，请谨慎观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奇葩的鱼，就是这个，长得奇丑无比，跟石头鱼有点亲缘关系，都是游行目嘛，对比起来还是很像的。但它可不是石头鱼在我们北方都称为先生鱼。虽然它的背鳍都有毒刺，但是它的毒性非常小，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，但扎一下也挺疼所以呢，我提前送他们仨上路了。我小时候这个鱼都没人吃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好几十一斤说起先生鱼咱就不得不提一下小姐鱼来，就是这个长了一对性感的大嘴裙子，头上还带了几朵小花。大家不要被小姐鱼的名字所迷惑，在它的背上同样藏有暗器。我要是不告诉你，你要是用手抓的话，扎你可没商量，可疼可疼的了。但是小姐鱼和先生鱼可没啥关系，它属于胃科，叫日本立胃。它和这个哥们儿是一个血统的这个叫吉氏绵胃，长得也比较嘚儿。小姐我们先养着，咱们今天主要是泡先生，看看都有哪些特点。开整。我补充一下先生鱼的中文名叫绒肚腹鱼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，还是很有特点的。它的体色呈灰黑色，有不规则的褐色斑纹，无鳞，但因为角质层太厚，而且没什么胶质，吃起来口感沙淋淋的，所以这个鱼皮不能吃。头部宽大，长有很多的骨突，脑门是凹进去的。它的牙齿都是斜45度角往里长的，牙膛子和舌骨也有。这种设计一旦咬住猎物，基本上是没跑的，瞬间就被吞入肚中。你看看这大嗓子眼子，正经吃货。仔细看，在嘴的周围长有一圈胡子，称作金翼，在水中如同海藻，起到一个伪装保护的作用。重点来了，很多人认为先生鱼无毒，其实它是具备有毒特征的，毒刺就藏在背鳍的鳍膜中，放大看是管状结构，这种结构跟缩油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的毒性很弱，对人体造成不了伤害，但是扎一下也老疼本人就被扎过，痛感要比一般的鱼刺被扎疼很多它的胸鳍也很有特点，长有软骨，像一对小脚牙，因为是趴底性鱼类，就靠这对胸鳍来移动和支撑身体用的。这个小屁屁长得也怪，正常鱼的屁屁都长在尾部，它是长在中央的。咱就从屁屁这儿下剪子，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这是它的心脏，鱼类的心脏离鳃都比较近，因为鳃需要大量的供血。黄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脏，这个肝脏巨好吃，千万别扔，苦胆在这个位置摘掉。这一团子就是它的肠子，发现神秘之物了，看见白色的线条没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异见线虫，主要就寄生在鱼肚和肠子上，这个就是鱼肚。来，跟我一起找虫虫，这虫还都活着呢。给你们放大了看一下它的具体结构。这是头部，头部长有钻齿，可以钻入肌肉组织中。换条大的，来仔细看。这是一只即将蜕皮的线虫新虫正在里面动呢。这份影像十分珍贵，大家好好收藏。大家在杀鱼的时候遇到这种虫，千万不要恐惧，食材只要做熟了都能杀死。我这是90度的热水扔里面，立马它就烫死了，这都烫白了，说明熟了。吃肚里就是优质蛋白，造就完了。好，咱们继续扒拉。白色的部位是精巢，精华之物，居香无比。如果是母鱼的话，就是卵巢。这条鱼的卵巢呈黄色，已经发育成熟了。要是绿色的话，就还没成熟。先生鱼甩籽的时候，会找一些有缝隙的地方，然后侧身，噗，瞬间就甩完了。它的卵像扑对粒一样，都是成串的连在一起的。据说先生鱼的鱼脂营养价值极高，味道十分鲜美。如果有你们赞的支持，我一会儿就给它吃身了。这个红色的部位应该是脾脏，紧贴脊骨的是肾脏。先生鱼是没有鱼鳔的，内脏能吃的部位就是鱼肝、鱼脂、精巢，鱼肚就不要了，虫太多了。处理鱼的时候头多掉，头也没啥肉就不要了，把皮扒掉。
改上一字花刀。不少人问我大连焖鱼怎么焖，收藏好了。先将鱼焯下水，这个步骤少不了，要不然就倒沫子了。爆火的时候最好加一半猪油，猪油不仅增香，而且收汁的时候汤会很黏糊。爆锅料有葱、姜、蒜、辣椒段、一个八角，炒香，吃点料酒，烹入酱油，加水，放鱼，调味，加入2份的盐，1份的糖，1份味素，1份胡椒粉，炖就行了。鱼干和精草别忘放里头，收汁儿一定要收到位，看。收到这种黏糊糊的就对了，颜色浅就兑点老抽啊，调成这种金黄色。最后撒把葱花香菜就 OK 了。炖出来的鱼必须是金黄色，油亮油亮的。鱼籽儿冲洗一下，用盐腌制一会儿，开始码味儿。大哥，开饭了，开始码味儿啊！来，你们尝一口不？怕不怕肚里长虫虫？鱼味老重了，这。味道嘎嘎板正，鲜香味十足，肉质的口感呢非常紧实啊，咬起来非常有嚼头。鱼肉已经完全入味了，主要是它没有鱼刺。要是打分的话，9.8分啊，没毛病。尝口鱼干啊，这个鱼干我感觉能不错，哎，大肥干。哦，这个干口感绝了啊！特别细腻，而且那个香度啊，整个口腔都是越嚼越香，一点苦味没有啊！是我吃过鱼干当中最好的一款鱼啊，我一点都不来悬，绝了！你们有机会必须尝一下这个鱼干，太爽了！再来一个白子啊，白子也就是它的精桃，精华之物。同样好吃，鲜香滑嫩，绝了啊！哎呀，咱家大哥来了，你什么情况？来，给你个大鱼干，来，可好吃了。闻呢，不吃，现在口可刁了。重点来了啊！刺身鱼子，哎呀妈呀，这吃完了会不会长虫虫？咯吱咯吱啪啪的爆浆，是一个咸鲜的一个味道。这啥玩意儿？喂，大哥，影响我工作了，大哥，去玩去吧。我这还不走了呢，这还。好了，走了。你们肯定也问呐，哎呀，老郭，你不怕得虫虫？当然不怕了。鱼子啊，不是一阶线虫适合的居住场所，高风险区域是消化道以及鱼肉，哎，这个部分风险系数比它大多了。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熟吃。但是我就想吃生鱼片，那你呢就给它薄切了，薄切以后啊，仔细观察，没有什么异样再下嘴儿。好了，完了，咱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金杆儿又发现金杆儿了。吃贝每个人都爱吃，但很多人都不会处理，不知道哪些地方能吃，哪些地方不能吃。这个视频将给你解密，3连鼓励解剖马上开始。赤贝因有着火红的肉体，故称之为赤贝。很多人会把赤贝当成毛蚶，虽然同属蚶类，但是还是有所不同。赤贝壳的放射类纹颜色会发黑，咬合齿大概70枚，而毛蚶的放射类纹比较白，咬合齿大概在50枚。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像这种小的赤贝苗要比毛蚶便宜很多，大家在选的时候不要被骗。现在就用我的屠龙宝刀开壳取肉。在赤贝两端的这个位置长有2个闭壳肌，只要挑断，肉就能轻易取出。这个淌出来的红色液体是赤贝的血液和体液的混合液。赤贝的血液中含有血红蛋白，所以呈现的是红色，而大部分的虾蟹贝的血液中含有的是血蓝蛋白。瞅着血赤呼啦的，其实真正的血液含量很少。
来，先看这里，这两边的叫裙边，口感跟揪揪的，是可以吃的。相连的这个膜叫外套膜，做刺身的话非常的腥，不能吃。这一丝一丝的是它的鳃，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吃背的闭壳肌一点不塞牙，口感很嫩，可以吃的。但是得把边上这个大长头和菊花摘掉，里面有奥利给，不能吃。这个腕足是我们主要吃的部位，但是先要把内脏去掉，一开为二。刺身嘛，内脏里的胃囊、肝脏、消化腺、生殖腺、肠腺一并摘除。像我这样斜刀一抹，哎，筋杆又发现筋杆了。筋杆是贝类中储存营养的器官，不是寄生虫，大家不要惊慌，是可以吃的。然后如视频手法，一刀一刀的片就行了。哎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冲洗干净就用这个壳摆个造型。OK， 开始试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，又到了试吃的环节。这个大翅背啊和小翅背，咱们就做刺身。然后这个毛蚶和翅背芽呢，我就简单的水煮一下。主要是为了试一下它的口感啊。首先咱先调一个辣根，倒点海鲜酱油，哎，陈醋也可以啊，就是你喜欢吃哪个口就吃哪个口。然后我不是松炮啊，我能吃辣根，你们适量就行啊。你要不能吃啊，你就不吃啊。哎呀，像我一般辣根都比较爱吃啊，我给多挤点，调匀了啊。调匀 ，OK， 粉丝先来，完我再帮你码味儿，适合吃。口感是脆脆的，跟揪揪的，没有一点腥味儿啊，味道非常好。大家看看这个小翅背。小翅背的口感呢就会更嫩，而且它的回口是发甜的，我感觉比这个大的要好吃啊，所以我还是推荐小的。然后咱们再看看煮熟的毛蚶和翅背芽有什么区别。先来毛蚶，看这个鳃啊，吃的时候啊就给它摘一下啊，你看，非常的脏。口感就是更干嚼，而且你越嚼越香啊！这是毛蚶的特点。看一下翅背苗，翅背苗的颜色看到没有？它的颜色会比毛蚶会更红亮一些啊。一个发黄，一个发红，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个不好，非常腥，而且一吃里面是一包水啊！你看，一包水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翅背苗会比毛蚶便宜很多的道理，就在这。这个不建议吃啊！这个要是水煮的话，煮毛蚶，然后做刺身的话，咱就吃这个，买小个的啊，口感会更嫩。会更清甜。这期就到这里，3连鼓励，下期咱们会更精彩，拜拜。据说这玩意儿可以绝食5年，依然可以存活，是已知绝食时间最长的动物，有太多的神秘之处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好好的盘盘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视频硬核了啊，看见没？哎，那个做个友情提示啊，有胆小的啊，口味轻的。你谨慎观看啊！我苦苦等待3个月的大王巨足虫来了啊！哎，我天哪，漂亮不？可爱不？萌不萌？虽然已经挂了啊，但是我也是从哥们儿那远蒙硬炮给寻来的。此物有众多的神秘之处，能不能给老郭露一波赞？我好好的给你剖析剖析。郭家驹们，如果能来一键3连的话，今天我就给他试吃了啊！咱奢侈一把。老惯例，咱们先从解泡开始，开整。
大王巨足虫，每个人都爱吃，又名深海巨狮，节肢动物们等足目，漂浪水螅科，生活在200到1000米的深海海底。像我这么大只的已实属罕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：背部长有13片坚硬的铠甲，一个下巴子状的尾部。我要试试让你看它的尾部是不是一个大下巴子。腹部长有7对关节肢，其实应该是8对，第1对进化成了颚足，是帮助收集食物用的。腹部的尾部长有5对痈足。注意看，痈足的根部长有毛毛状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呼吸器官，起到鳃的作用，称之为枢鳃。这和后的结构几乎完全一致，所以大王虫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生物。它的肚囊非常的薄，而且很软，摸起来软塌塌的。大家看这里，在靠近最后一排附肢的腹部这里，长了一对点状的小揪揪。这就是大王虫的加油腔，是区分公母的标志。有加油腔的是大王，没有的是王后。母大王虫在繁育期间会分化出育儿袋，看就是这个样子。小大王在妈妈的保护下，一点一点会成长为真正的大王巨足虫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，头部分别长有2对额须，外侧一对较长，功能和虾类相似，用来感知环境。内侧有一对较短，用来感知气味。往这儿看，这2个大黑点就是它的眼睛，是复眼结构，由数千个单眼组成。由于在漆黑的海底，它的复眼没有控制近光的功能，因此强光的照射有可能会对它的复眼造成损伤，并造成内分泌紊乱。这块就是它的嘴，由4组颚片组成，分别长有2对黑色的大板牙和1对白色的小板牙。板牙上带有锋利的锯齿。大王虫是一种食腐性动物，主要以死去的鲸鱼呀、鲨鱼呀这些海洋生物的尸体为食。你们知道吗？大王虫进一次食可以等到3年拉一回，如此慢的代谢速度也是它寿命长的原因。它的小屁屁长在尾部，和别的生物不一样，没有括约肌，是由2个壳板相连的韧带组成，进行开闸放闸来排泄的。好了，大王虫作为一种海鲜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在处理这种海鲜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去内脏后烹饪，否则胃囊一旦蒸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剪开肚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胃壁紧贴腹膜，一不小心，噗嗤，那就漏了。来，准备气运丹田，屏住呼吸。从颜色上看，这只是比较新鲜的啊。如果是不新鲜的话，它就会稀里咣当的。这是它肚囊的这层壳，跟下巴的差不多。这个就是枢鳃的结构，这个鳃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透明状的东西就是它的肉，靠尾部这个位置含油量比较多，腿里面也都是肉，千万不要扔。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，一定要温柔的剥开腹膜，千万别把胃囊捅漏了啊！那个黑色的部位就是胃囊，体积很大，是全身最大的脏器。胃囊里有很多未消化完的食物，不能吃。这个白色的部位就是它的精巢，这只不在繁育期，繁育期的时候会很粗壮。如果是母的，就是卵巢。黄色的部位是它的消化腺，有肝脏的功能，是可以吃的，嘎嘎香。注意了，它的咽部是直接和胃相连的，看不到食管，同样有很多的脏物，把脏物去掉，头部的肉还是很多的，不要浪费。这个部位是它的大肠，都是排泄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别忘了还有一条直肠拽出来，不能吃。剩下的部位就都能吃了。大王虫是原始生物，所以内脏结构比较简单，没有太多杂七麻八零三码事的器官。我把胃囊里的消化物翻开看了一下，发现了鱼的骨头，还有一些虾的残骸。虽然它的胃很脏，但是它的肉不脏。咱们清洗一下，原味蒸6分钟。我要亲自替你们尝一下大王虫的鲜度如何。开始试吃了啊！其实这有啥呀？这不就是个大虾爬子吗？虾爬子敢吃，这你就不敢吃了。有位哲人曾经讲过，敢于挑战自己的人才是最容易获得成功的人。你们不想做那个成功的人吗？大家不要被它的外形所吓倒，咱们吃的是肉啊，是肉。这里还有不少汤的啊，别浪费了。倒来看看有多少。哎呦我去，满满一大杯呀！喝一口啊，尝一尝。来，粉丝先喝。是。哎，不错啊。
哎，就跟那个螃蟹的那个汁儿一毛一样啊。咱们再看看这个肉的品质怎么样啊？来，粉丝再吃，我尝了啊，是，哎呦我去，味道怎么跟你形容啊？不是龙虾胜似龙虾，不是鲍鱼它胜似鲍鱼啊！这不比吃那个螃蟹得劲啊！你吃螃蟹你还给壳壳，这一勺一崴一大块肉，多好！好啊，咱来尝尝这个黄，先来一点啊，体验一下。这就是吃了一个大飞蟹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没事皮儿，再来个夹的，跟螃蟹水一样啊，鲜溜溜的，还不硬啊，老好了啊！行了，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了啊！做总结啊，总体来说呢，味道非常不错啊，也算是一个海鲜的一个上品。建议大家勇敢的尝试一下啊，克服一下自个儿的恐惧啊，丰富一下自个儿的人生。好了，这期啊咱就到这里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给没给老郭点赞呢？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，注意看这个长得非常卡哇伊的神秘生物，就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道士水狮，每个人都爱吃。那么这些深海大师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怎么处理？怎么吃？本期视频一探究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本期视频硬核了啊！我费了好大的劲整了这些小宝贝儿，道士深水狮都是活体的啊。这玩意儿不便宜啊，这一只100块钱。我曾经解剖过一个大王巨足虫，这个壳我还留着呢啊。看看它俩的差距差多少。水狮与大王虫有着相当近的亲缘关系，都是浪漂水狮科的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很多人看到它们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恐惧，其实你看久了就会爱上它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萌。大王虫我们吃过了，今天我要尝试一下小狮的味道。我突然间冒出个想法，想重体挑战一下生吃的感觉。但吃之前呢，咱先解个泡，了解一下。从外部特征上看，大狮与大王除了个体的差异外，尾部有明显的区别。仔细看，水狮的尾部具有明显的隆起，末端长有7个齿，而大王的隆起不明显，尾部的末端长有11个齿。水狮的尾部特征更像是下耙子。我们重点看一下水狮。水狮被一个坚硬的脑瓜门子和12片坚韧的铠甲所保护，但肚皮非常的脆弱，它的壳没有虾青素，蒸熟后的颜色是白不呲啦的，身体能够自由的卷曲，形似大号的西瓜虫。它与西瓜虫也算是远亲关系吧。头部长有主副各一对触角，非常的悠远。一对非常酷的大眼珠子由数千只复眼构成，没有眼柄，就像戴了一副墨镜。它的嘴非常的锋利，但是你放心，用手抓它是不会咬到你的手。水狮属于等足目，腹部长有7对步足，大脚趾盖子都是带钩的，这样就会防滑，每个地方都能爬。尾部长有5对会呼吸的双支形蛹足，注意看，蛹足的根部长有絮状的东西，这个部位就相当于它的鳃。它在水中会不停地扇呼蛹足来获取更多的氧气，这种蛹足的结构和自口纲动物的束鳃功能是完全一样，这也说明水狮是非常原始的生物。扒开蛹足，小屁屁就藏在里面，是一种杂式结构。重点来了，教你们如何区分公母。我跟你讲啊，卖水狮的都不一定会区分，都拿笔记好了，考试有可能会考啊。看2处特征能够区分出来：一看最后一排腹节腹部这块长有2个小点，
如果小点儿上长有2个凸起，这就是公狮的加油腔；如果是平的没有凸起，那就是母狮。有加油腔的是公狮，没有的是母狮。2. 看它第2、3、4、5腹肢的嘎叽窝处长没长有一个小软片，这个小软片就是母狮育儿带的附卵片，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育成熟。当母狮要生小狮子的时候，附卵片就会从第2、3、4、5腹肢的基部快速生长，能长出来8对，会交叉形成一个育儿带，受精卵就会在育儿带中孵化，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的长大，最终变成小狮子离开妈妈的怀抱。所以嘎叽窝长东西的是母狮，光秃秃的是公狮，但有育儿带的母狮身体没啥肉，这儿都甩完了。都学会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水狮的内部结构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我又研究了一个新的解剖方法。首先放个血，剪掉一个痈足，它的血液主要集中在痈足区域，血液中含有大量的血蓝蛋白，与空气接触后马上会凝固变成蓝色。你看看，像果冻一样，大含之物不能吃。然后把腹肢和痈足剪掉，再沿着腹部的边缘剪开。像这种鲜丝千万不能从中间剪开，因为鲜丝的胃带有压力顶着，像个气球一样，很脆弱，从中间下刀会很容易将胃带捅漏了。一定要如视频手法，一直剪到头部。打开肚囊，首先黄色像海胆黄一样的部位就是它的消化腺，也就是肝胰腺，味道贼香。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它的胃带，很薄很脆弱，但弹性可以。吃饱饭的时候，胃能够胀到整个腹腔。这个胃非常的神奇，不仅是它的消化器官，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胃容物里除了一些食物残骸外，主要物质是鱼类尸体中的高分子油脂。这些尸油在消化和发酵的作用下，形成了一种粉褐色的带有恶臭的液体，老臭了，堪比肚脐眼拟人的味道。当它感知有危险或受到惊吓时，这种液体就会从口中噗吐出来，将敌人熏走。摘除胃带的时候，先将尾部的直肠挑断，夹住直肠拿掉就可以了。头部最好也去掉，因为食道在头部里非常的臭，容易串味儿。来，注意看，大米发现大米了，这个粒儿状淡黄色的部位就是母狮的卵巢，味道嘎嘎香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卵个头不小呀。大王巨足虫的卵更大，是已知无脊椎动物中最大的。如果是公狮的话，在这个位置会有精巢，图会看得更清晰一些。T 就是 testis 的缩写，什么意思你们懂得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心脏，在这儿呢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心脏，能看到动脉血管汇聚于此。作为深海食腐性的动物，它的心脏那必是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神经，腹部也有一条，剩下的就都是肉了。主要的肉都分布在两侧，吃的时候用水清洗一下。这盘吃参，这盘清蒸。来开灶，品尝美食的时刻，我们先来吃参啊。我这个已经用冰的柠檬水泡过了，应该是没有腥味儿。就是吃的时候有点费劲，肉呢给用刀提前剔一下。来，你们先来一口。吃这种深海大狮啊，你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心理恐惧，你必须攻克自己的心理防线，要不你没法吃。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大龙虾就敢吃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恐惧了啊，因为我已经尝过大王巨足虫了，但这个它属的是生的，必须得吃啊，要不然让你们笑话。是，再来2根儿。你们要不尝一口的话，肯定会感到遗憾。柚子 Q 弹爽口，但是甜度差一丢丢，就是虾蟹的味道啊，我觉得不错。咱再吃一口黄，回口很香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你看，非常好吃。它这个肝胰腺里吧，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，能吃出淡淡的奶油味儿。
我觉得比蟹黄、什么海胆黄啊，或者是龙虾的黄要好吃100倍，真的，我一点不骗你们。相当哇塞了，来个熟的。做熟了以后，这个肉啊就跟下耙子肉差不多。吃。哎呀，熟的又是一种味道啊，特别鲜。这个熟的要比这个生的要鲜甜多的去了。我再来一个啊，我觉得它那个膏啊要比这个肉好吃。哎，熟的香啊，熟的特别鲜，特别鲜，真的，你们必须尝试一下。肉啊特别的嫩，这不像虾肉啊，你吃起来柴嘛，一点都不柴，就是鲜香。大家可以像我这么处理，勇敢的尝试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好吃啊！好了，完了，本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